1年前的9月21号，杭州的灵隐寺山门洞开，正在迎接一位尊贵的客人。这位尊贵的客人啊，名字叫做巴沙尔·阿萨德，叙利亚的总统啊。话说去年9月啊，亚运会在杭州召开啊，亚洲有不少国家的元首啊，都来到了杭州给中国捧场啊。在这些不多的元首中间，有一位非常重要啊，比较稀罕，他呢就是叙利亚的总统阿萨德。为什么说阿萨德来呢，算是一个非常稀罕的总统呢？因为叙利亚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从2011年之后啊，就打内战，整个国家四分五裂，穷得叮当响，人均 GDP 啊只有$400。我说这$400啊，不是1个月啊，是1年啊，这什么概念呢？就大概相当于中国的1/30。大家都知道中国不富裕啊，但是中国的1/30是什么概念呢？我想来想去，可能大概也就相当于老毛统治时期的文革。那你想想，这么穷，那阿萨德总统啊，要想出国访问一次，那其实这个旅费也挺贵的，不一定负担得起，飞到中国路途挺远呐。另外一方面呢，就阿萨德啊，自从2011年内战之后啊，国际社会、美国、欧洲国家纷纷对他进行制裁。全家5口人有3个人上了制裁名单，所以他不能随便出访啊。他到欧洲有可能就直接给抓起来啊，直接送到了那个国际刑事法庭啊。所以这个阿萨德虽然当了叙利亚的总统啊，但是这么多年来，据说一共只出国访问了6次，其中2次还来自中国。所以你想想，阿萨德总统能够出现在国际外交场合，那是非常稀罕的，不容易啊。中国为了阿萨德能够访问中国，那也是煞费苦心呢，非常非常体贴啊。中国知道人家阿萨德不宽裕，专门派了中国的专机团队到大马士革，把阿萨德一家给接到了中国，接到了杭州。接到杭州之后，跟习近平总书记啊2个人搞高峰会谈。会谈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对叙利亚国内的经济发展，也包括国内的形势指明了方向。今天我们将共同宣布建立中叙战略伙伴关系，这将成为2国关系史上继往开来的重要里程碑。指明方向之后，阿萨德一家就来到了灵隐寺啊，去进行参观许愿活动啊。灵隐寺也不含糊，专门打开了山门中间的正大门呐。人家灵隐寺这个大门呢，据说啊，中间这个门只能给皇上打开。1949年之后，只有邓小平来访的时候啊，人家把中间这个山门打开了。当然了，邓小平啊，那也相当于皇上啊，那跟古代的那些皇上也是差不多的，所以人家灵隐寺给了邓小平皇上的待遇啊。据说邓小平之前啊，上一个灵隐寺打开山门的，那还是康熙大帝呀。据说是康熙的孙子乾隆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人家都没有打开正中间的大门，只能从旁门进入。所以你想想，这灵隐寺啊，给阿萨德多高的礼遇啊！这阿萨德啊，在灵隐寺许完愿之后啊，祝愿这个整个叙利亚啊国泰民安，于是就回到了叙利亚。结果没想到啊，1年之后的12月8号啊，这阿萨德啊这个政权一夕之间就垮了台啊！就在这一天，阿萨德宣布辞职，带领全家老小坐着1276飞机仓皇逃离大马士革。1天之后，他出现了莫斯科，宣布流亡到莫斯科了啊。С крайней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ью следят з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ми событиями в Сирии. В ведомстве сообщили, что Россия не участвовала в переговорах, в ходе которых Башар Асад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оставить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й пост и покинуть страну. 你想想，1年前还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习近平还为叙利亚的这个国内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没想到1年之后啊，整个叙利亚一夜之间，阿萨德啊这个政权就垮台了。也就意味着阿萨德家族统治叙利亚50年的历史的终结，真是世事难料啊！
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统治以及破产的这个故事12月8号这一天，话说这叙利亚的反对派围攻大马士革，他们率先进攻呢，除了市区以外，另外一个主要的进攻点有一所监狱，这所监狱名字叫塞德纳亚监狱。这所监狱反对派非常看重，为什么呢？因为这所监狱在叙利亚大名鼎鼎它关押的主要都是政治犯，当场关押的这个政治犯的数量呢有1到2万人。叙利亚整个被关押的人一共加起来就13万人左右，你想想这所监狱就关押了1到2万人，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监狱主要关押的都是政治犯，比如说一些记者反对派的人士一些自由派的人士，通通都关在这儿所以这反对派势力冲进监狱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监狱的大门打开，把这些政治犯全给释放了。اطلعوا لا تخافوا عمي لا تخافوا لا تخافوا سوار انتوا ما اطلعوا سوار يا اخي سوار هدوا شوي انتوا من وين انتوا من وين اطلعوا تعالوا يلا سيروا اربع شهور يلا دقيقه لا تخافوا عمي لا تخافوا لا تخافي يا اختي لا تخافي بعد كبروا يلا عمي الشعب صارت لنا روحوا وين ما بدكم الله اكبر كبروا ليك الولد يا الله ليك الولد يا حرام ليك الولد يا حرام انتوا منين عمي؟ شو بدك اغراضك امانات يا اختي هلا بس امانات منين عمي؟ هلا بطلع لك اياهم روحي هلا دقيقة تاخذيهم معي اطلعوا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السلامة اطلعوا روحوا الحمد لله على السلامة اطلعوا وين بدكم تروحوا منين؟ اطلعوا يا دارية ما في حدا يلا رح نطالع لك اياه صرتوا هون شهاد رح نطلع شو بدك لك روحي يا عمي ما بدك هوية ما حدا بدك شيء روحي لك ما بدك شيء روحي يا عمي روحي الله اكبر وعزة الله الله اكبر هلا رح طالع لكم اياهم رح طالع لكم اياهم لك روحي يا خالتي انا بدي لك على الامانات روحي يا خالتي روحي لك روحي يا عمي روحي يا عمي روحي لك لا تخافي ليش خايفة لك راح بشار الاسد سقط ليش خايفة جهنم سقط راح ما ضلش بالشار سقط بطل دولة بدنا نطلع العالم يا انا بحفظ مش عندي روح ما في شيء اطلعي لبرا روحي هلا اطلعي لبرا حدا ينزل معي لهون يا شباب انا نازل معكم شباب حدا ينزل معي شو بدكم عمي؟ بدنا ننزل لجوا ليش؟ برا من هون دلنا على الطريق هوياتنا بس يا عمي والله ما بدك هوية روحي الله أكبر وين الله 说句心里话，我看到这些反对派冲进监狱的时候我心里的这个挺不是滋味的。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画面我看到了那些人冲进监狱在一个女性监狱的牢房里头那些女性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看到这些人冲进去以后还以为要杀他们呢，大家非常惊慌。后来发现有人是在解放他们，眼泪就下来了。而且在那个牢房里，我看到了一个2、3岁的孩子，也就是说这些妈妈被关押的时候，要么这些孩子也跟他母亲一起被关押了，要么就是这个母亲就是在监狱里生下了他孩子，这不就是小萝卜头吗？是吧？当那些反对派的这个政治犯被冲出监狱的时候，他们有的人真的是在高声的大喊其中有一个哥们最幸运，他按道理来讲，据说还有半个小时就要被送上绞架处死了。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反对派冲进了监狱，把他解放出来了。الآن نحن في وسط دمشق أقسم بالله الذي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إعدامنا كان اليوم قبل بنص ساعة أنا وهالزلمة أقسم بالله الذي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54 شخص إعدامنا كان اليوم
لا اله الا الله بعد نص ساعه كلياتهم راحوا مثل الخنازير مثل الخنازير。你想想，但凡再晚半个小时，他的小命就没了呀。这所监狱真的是臭名昭著，国际人权组织把它定义为人间地狱。据说每个星期都要处死几十号人。在整个阿拉伯之春之后的这10来年的时间里，就这所监狱，据说已经处死了2万到3万名这个政治犯。而且这些政治犯处死的时候，过程中也非常残忍呐。据说有些人由于营养不良，体重也比较轻，用这个绞刑架把他吊起来的时候，一时半会儿死不了，就吊在了那绞刑架上。这些反对派冲进去的时候，也听到了很多被关押这里头政治犯的故事。其中公布的有一个被关押这个人这个故事，我看了之后最为唏嘘。就是这个人其实是当年叙利亚的一个飞行员。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这个飞行员拒绝执行这个巴沙尔他父亲老阿萨德的命令，去轰炸一个城市，于是就被关到了这个监狱里面。关了多长时间呢？一转眼关了43年。当年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些反对派冲到监狱里头他们其实这个监狱的结构非常复杂。这些犯人看到有人解放的时候特别开心呢。但据说这个监狱分为很多层，地面上有建筑地下面还有好多层，他们就开始砸地下的这个层砸开以后一层一层的去解放这些监狱里的政治犯但是监狱的看守都跑掉了所以又没有地图，所以整个监狱里头像迷宫一样。这几天的时间过去之后还有不少政治犯没有在这个监狱里头被找到。有人把这座监狱称作叙利亚的巴士底狱，也成为了整个这次叙利亚反对派攻陷阿萨德政权的一个象征。因为当年法国大革命这个一个象征不是攻陷巴士底狱吗？而叙利亚的这次政权更迭，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也以一所监狱被攻陷成为了一个象征。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看起来牢不可破的阿萨德家族已经统治了叙利亚50年的时间一夜之间差不多就垮台了？因为这次反对派从发起进攻到阿萨德政权倒台一共只用了12天的时间，可以说是一夕之间整个政坛就垮台了那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为什么阿萨德政坛会以如此快的速度土崩瓦解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要简单回顾一下阿萨德家族对叙利亚的统治这个巴沙尔的父亲呢名叫阿萨德，阿萨德实际上不是他的姓氏，阿萨德在阿拉伯语里头是雄狮的意思是早年他父亲他参加当年叙利亚北部有一个城市叫阿勒颇。这阿勒颇当年在打一场血战的过程中，他父亲去掩护很多难民去逃跑，所以有人把他称之为阿萨德，也就是雄狮的意思。后来他父亲就以阿萨德作为自己的姓氏，从此这个阿萨德就由一个形容词变成了整个巴沙尔家族他们的一个姓氏他的父亲早年在法国统治叙利亚时期是一个官员家庭的一个年轻人。他年轻的时候呢想学医，学医受人尊重嘛，但是他没有钱进医学院，后来就不得不进入了一个军事院校，就学习飞行员，学习飞机驾驶技术那么飞机驾驶技术学完了之后呢，就进入到了叙利亚的空军，当时是个中尉当年整个中东地区形势乱七八糟叙利亚曾经跟埃及还合并在一起，成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后来在1970年的时候，这个老的阿萨德在一场军事政变过程中间就赢得了这个国家的政权，开启了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当时他父亲所在那个党呢叫阿拉伯复兴党。这阿拉伯复兴党说白了其实带有一点社会主义的性质苏联当时输出革命嘛，在全球输出革命，在阿拉伯地区就支持这个老阿萨德的这个复兴党。
这社会主义的政党啊有一个特点啊，第一就满大街都是雕像，所以你在叙利亚大街上，你到处可以看到老阿萨德的各种各样的雕像。这些雕像在这一次啊，这反对派冲上街头的过程中，攻陷大马士革的过程中，纷纷都被民众把他拽倒在地上了啊，就跟当年伊拉克倒台的时候，那萨达姆的这个雕像被拽倒一样啊。ما انكسر والله مسألة بيضحك هيك الحمد لله بلعنا 所以你看到了吗？所有这个独裁统治者啊，都愿意给自己立雕像，但这些雕像啊，说实在的，实际上在人们的内心根本没有尊重。当他们倒台的时候啊，这些雕像都成为了他们历史被侮辱的一个象征。第二个特点，就是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就是都想把政权留给自己的儿子啊，金正恩呐、什么之类的这个包括卡斯特罗啊等等啊，就是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基本上都有这么一个想法。这个老阿萨德也不例外啊，所以他掌握政权以后呢，就千方百计的培养自己的儿子。他呢，好像是明面上来讲，我现在查到的是有3个儿子，他一直想培养自己的长子。那这个巴沙尔实际上不是他的长子，是他家里的排行老二啊。那么老阿萨德当年不是一门心思想当医生吗？没当成吗？就让这个老二去学医去了，因为大哥将来是准备继承他的政权嘛，老二你就去学医，能够满足他爹当年没有实现的另外一个梦想啊。所以这个巴沙尔呢，早年呢就到英国去留学，去学医去了，搞眼科，还娶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妻子啊。结果到1994年的时候，他的大哥呢突然在一场车祸过程中间就丧命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那整个这个家族的权力继承路线就被打破了。这老阿萨德就把这巴沙尔啊从英国叫回来了，说儿子啊，这以后啊就靠你了。于是呢，他这个巴沙尔啊就放弃了学医，老爹就把他送进了他们当地的一所军事院校，开始紧急弃医从军。军事院校毕业之后呢，就进入到了他们的共和国卫队。进去之后很快就当上了中校啊。到1999年呢，就变成了上校，掌握军队嘛。2000年的时候，这老阿萨德正在跟别的国家领导人通电话的时候，突然呢就心肌梗塞就丧命了啊，就一下子就去世了。客观的来讲，这老阿萨德在阿拉伯国家影响还是很大，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叙利亚举行国葬啊，这全国哀悼40天，周围的很多阿拉伯国家都哀悼好几天呢。在整个中东地区，老阿萨德影响确实比较大。但这个时候，这巴沙尔呢，也慢慢的羽翼渐丰了。他那一年只有34岁，按照叙利亚的宪法当总统最低年龄是40岁，所以这个国家紧急修改了宪法啊！你看看没，这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宪法修改起来是有传统的，就把这个当总统最低年限由40岁改成了34岁，而巴沙尔正好是34岁。其实这个宪法的修改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所以紧接着这巴沙尔就参加了总统大选，候选人就只有他一个，是吧？人民的选择嘛，是吧？于是呢，他获得了97%的选票，当选了叙利亚的总统，得票率仅次于金正恩和习近平啊。后来他又进行了2次总统选举基本上也是终身制每次得票率都是97%，是吧？你想想，这巴沙尔就接过他老父亲的这样的一个衣钵要继续继承了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的统治那么巴沙尔在当了总统之后曾经有一段时期还搞了一点改革开放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阿拉伯国家不是搞这个阿拉伯之春吗？在阿拉伯之春呢，就是很多阿拉伯国家的人上街要求政府分享权力，搞民主化。结果叙利亚这个地方搞阿拉伯之春带来了什么？紧接着就带来了一个大规模的全国内战。因为当时的反对派上街之后这巴沙尔不但不分享政权直接军队上街就开始镇压这些老百姓几天之内大屠杀就杀了1000多人结果最后呢，反对派跟政府之间就形成了激烈的冲突，从此叙利亚就开始陷入到了大规模的内战之中，4分5裂。那么现如今整个叙利亚大概分成这么几大块最北部的地区最西北部的地区是一个库尔德人地区。这库尔德人地区呢，大概是有200万人口库尔德人大家都知道这个国是有民族没有国家，在伊拉克、在
土耳其，也包括在叙利亚，都有库尔德人的聚集区啊。现在这库尔德聚集区就从2011年之后呢，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高度自治的区域。当然了，紧接着这伊斯兰国也包括那基地组织啊，在这个地方也建立了一个非常激进的这么一个控制区啊。还有呢，就是土耳其呢也控制了一个什么自由什么叙利亚的组织啊，这么也是一个区域啊。剩下一部分呢，就林林总总，还有大小的军阀几十个。要说啊，其实巴沙尔的政权在2011年那次差不多可能就完蛋了，但是后来呢，有几方力量比较支持这个巴沙尔啊，一个是俄罗斯，另外一个是伊朗，再有个就是珍珠党。当时俄罗斯啊对这个阿萨德政权是不遗余力的支持啊，双方反对派在进攻的时候，整个空军、整个空中的掩护和空炸力量全是俄罗斯的军队啊，在空中提供支援呐，所以这个巴沙尔政权才得以续命啊。所以啊，整个自从2011年之后啊，叙利亚这个国家呢，就大概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权力格局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失败国家，也差不多相当于亚洲版的这个索马里。因为这个国家，你想想，现在基本上从2011年到现在10几年的时间里过去了啊，就是一个军阀混战的这么一个局面。这个阿萨德呢，虽然表面上是叙利亚这个国家的总统啊，但他控制全国的面积其实有限。像库尔德地区啊，这个土耳其支持的那个地区啊，包括美国支持的一些地区，它实际上政权也延续不到那边去。那么这一次啊，反对他的人是谁呢？反对这个人呢，叫萨姆解放阵营。这萨姆解放阵营的头啊，叫做葛兰尼。这个人呢，也值得介绍一下。这葛兰尼啊，出生在沙特的这个首都利雅得。他父亲呢，原先在故乡啊是在格兰高地。格兰高地啊，历史上是属于叙利亚。后来呢，在6日战争之后呢，就被以色列占领了啊。这葛兰尼据说他就是纪念这个格兰高地曾经是叙利亚领土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起的名字啊。他真实的名字不叫这个啊。那这个人呢，后来的成年之后呢，就回到了叙利亚去工作啊。后来伊拉克战争之后呢，当时不是911吗？911发生之后，美国打伊拉克啊，打阿富汗啊，这个时候呢，他就带领了一帮人呢，就跑到了伊拉克去参加圣战，跟美国人干呢。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啊，他说911当时发生的时候，作为一个阿拉伯人，几乎没有人不觉得拜登是一个民族英雄，就是要跟美国人干。所以他到了伊拉克之后呢，就代表整个阿拉伯的势力跟美国人打。在2004年的时候呢，他被美国人俘虏了。俘虏之后呢，美国人呢一开始怀疑他是不是这个境外是搞圣战的，但是这个葛兰尼啊，学语言的能力比较强，讲了一口流利的伊拉克本地的方言，所以就骗过了美国人啊。美国人把他从2004年一直关到了2010年，就把他放了。放了之后，很快不就赶上了阿拉伯之春吗？这叙利亚不就乱了吗？他于是带了6个人，几十条枪，重新回到了叙利亚。看看，有点当年老毛搞这个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的意思啊。他回到了叙利亚之后呢，就在叙利亚靠近土耳其的北部一个特别穷的省拉起了队伍啊。这支队伍呢，很快就发展到了几千人，成为了叙利亚啊整个这个军阀林立的过程中间一直不可忽视的力量啊。这些年，他一直依托于啊，就是这个西北部的这个省啊，就割据一方啊。据说在本地啊搞得还不错，靠着土耳其的一些支持啊，他这个地方啊有税收啊，然后呢还能养活这个军队啊，好像是这个地方呢治理的还可以。但这个人呢，早年他不是跟基地组织不清不楚吗？跟这个伊斯兰国呢，那好像也是不清不楚嘛。所以美国在2012年的时候就把他列为了恐怖组织，因为他刚开始搞的那个组织啊，也搞自杀炸弹呢。他说我们打不过美国没办法啊。但是后来啊，他虽然搞起来之后呢，他就逐渐的跟这个基地组织好像也做了一些切割，然后跟土耳其啊好像呢关系还比较密切啊。然后跟美国据说也有一些私下联系的通道。他说我们现在改了。2017年的时候，他就加入了这叫萨姆解放阵营。到了这个萨姆解放阵营里头，他就当了这个头。他说我们这萨姆解放阵营啊，跟我们过去的那个什么什么阵线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洗白了。那美国好像不是特别放心他啊，但他说他自己就是已经洗白了。那么他割据一方，这一次为什么开始突然发难要进攻大马士革呢？
有人分析啊，说这一次以色列啊，不是在中东打来打去啊，又是打这个真主党，跟真主党打击过程中，跟真主党啊签署了一个停战协议。这个停战协议应该说对于真主党来说是一个屈辱性的，因为以色列可以在黎巴嫩保持军事行动，但是真主党基本上等于放弃了一切抵抗。有人分析说，就是这份停战协议让人感觉到了这真主党的力量真的是不行了。而阿萨德呢，而这个巴沙尔呢，过去主要靠三方力量对他的支持啊，一个方面是俄罗斯，一个是真主党，第三个就是伊朗。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三方面的支持啊，这阿萨德政权在10年前可能就垮台了。但现如今大家都知道啊，这俄罗斯不行了嘛，俄乌战争已经把它拖入到了泥潭，是吧？现在连前线的武器弹药都不够了，从北朝鲜那个地方开始搞人搞武器了，那你想想，无暇对这个阿萨德的武装继续进行支持了。而真主党在以色列的打击之下，现在也命悬一线。所以啊，据说是这个格兰尼研判为现在的局势之后，就突然在上个月的11月27号起兵开始进攻阿勒颇。这阿勒颇呢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啊，这个阿勒颇那个地方，在过去的内战过程中间是反对派跟政府军争夺的兵家必争之地。当年啊，政府军在那里进行过屠城，而反对派和政府军之间啊几经争夺这个城市啊非常重要。从11月27号开始啊，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是葛兰尼这个军队就攻陷了阿勒颇。那么当时啊，就有国际媒体就观察到了，就是整个政府军撤退的时候，不是有序的撤退啊，是一个溃散。就基本上面对这个政府军反政府军的这种进攻之后，是基本上整个军队不是成建制，就完全是溃散了。为什么呢？有人讲，现在这个政府军的士兵里头，没人愿意为这个巴沙尔的家族去卖命了。这军队的士兵啊，一个月的月薪只有30美金，然后呢，大家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啊，都抱着各种各样的得过且过的态度。当政府军撤退之后啊，这个葛兰尼的军队冲进了阿勒颇，整个政府军的武器弹药中心就在这个城市，这里头有大量的重武器啊，全都变成了一个反政府军队的武装。紧接着，他们就一路向大马士革开进，仅仅经过了5天的时间，就冲到了大马士革的城下。这一路走来，您最大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أكثر شيء يجعلك تصمتين عندما تكون دول العالم الكبيرة أو الغنية أو القوية ضدك هو الشعب فقط. إن لم يكن الشعب معك في مثل هذه الظروف لا يمكن لأي جهة أخرى أن تعطيك هذا الإلهام لمتابعة القتال في الحرب. 这巴沙尔一开始还发表电视讲话呢，说我们全国到了紧张的这个团结一致的时刻了。结果没想到，到了12月8号这天一早，他呢就宣布辞职。辞职完之后呢，就带着全家老小一起坐着伊尔76的飞机啊就跑了。刚开始大家都认为这个巴沙尔啊，好像这个专机被打下来了，说这个飞机飞着飞着就没动静了，在雷达里头就消失了。结果1天之后呢，他出现了莫斯科。莫斯科宣布呢，也对巴沙尔的一家提供了政治庇护。至此，应该说统治叙利亚50年的这个阿萨德家族啊，算是告一段落了啊。应该说啊，看到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内乱的这样的一个结局啊，我啊自己啊有一点自己小小的感受啊。叙利亚这个国家啊，我平时关注不多啊，有2件事情啊，我呢了解了，就是知道叙利亚啊。一个是2012年啊，当时叙利亚当时不是由于内战造成了大量的这个难民吗？当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艾迪的这个小朋友，是吧？就死在了希腊的一个海滩，当时只有2、3岁。这一家人呢想逃离叙利亚，想到加拿大呢去避难，结果呢加拿大没有批准。后来他的父亲带着一家几口铤而走险，就坐这走私船。结果这走私船呢，由于超载呢，就在濒临希腊海滩的地方就翻覆了。翻覆的过程中，这个小孩啊
2、3岁的孩子就溺毙在海滩上。这幅照片被一个土耳其的记者拍下来之后，传遍了全世界，让人看了之后无比心疼，也知道了叙利亚这个国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啊。这是一件事情。最近一件事情呢，就是我看到了网上很多人呢，中国人到叙利亚去旅游啊，到了叙利亚之后呢，叙利亚的很多小朋友啊，就喊中国人秦腔琼。No, no, no. We are Chinese. No, couldn't say 秦腔琼。Chinese. No. China. No. No 秦腔琼。No 秦腔琼。No. 秦腔琼这个词呢，好像是对中国人的一个歧视，但是叙利亚这个国家的很多小朋友也并不知道秦腔琼什么意思，但是口耳相传，见到中国人就喊秦腔琼。网上有一些人就跟那些叙利亚的人还发生了冲突啊。那么第二个这个故事啊，我的想法是啊，其实叙利亚人未见得去歧视中国人，但是这个国家由于长期的封闭，你可以看到一个封闭世界里面啊，他们其实对这些准确词的含义啊，并不是特别知晓，所以导致了针对中国人这个秦腔琼这个词啊的一个在小范围内的流行。我看到大多数人呢，到了叙利亚访问之后，都说这个国家的普通人还是非常非常的朴实热情的，对中国人呢也比较友好啊。这是我在媒体中看到的我自己的关于叙利亚的一个感受啊。那现在啊，叙利亚这个国家呢，政权是更迭了，但是国际社会对未来的叙利亚的发展呢，也是忧心忡忡。一方面呢，葛兰尼啊，他现在取代了阿萨德家族啊，占领了大马士革。但另外一方面呢，叙利亚这个国家4分5裂的局面仍然没有改变。比如说库尔德人地区啊，比如说这土耳其控制的这些区域啊，甚至包括美国现在在那里头建立的前哨基地支持的叙利亚这些武装啊。如果叙利亚啊，就这个国家不能统一啊，那么你现在即便呢占领了大马士革，你也只能占领部分的叙利亚地区。那这国家不能统一啊，内战依然延续，这个国家任何所谓的经济建设都谈不上，这是非常令人担心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很多人担心呢，这葛兰尼啊，虽然说啊，他号称跟过去的伊斯兰国啊，也包括基地组织啊，这个切割了啊，但是谁知道他会不会建立一个比阿萨德啊更加激进的，这个带有一些原教旨主义性质的那个极端的这个政权呢？因为当年的基地组织在阿富汗不是一样的吗？是吧？所以这种可能性也不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啊，未来关于这个叙利亚的整个政治走向啊，应该说到现在还是扑朔迷离，没有人能看得清楚啊。但有一点来讲，应该说俄罗斯的势力、伊朗的势力，甚至真主党的势力，在叙利亚都受到了重大的打击。尤其是伊朗啊，伊朗过去啊，依靠于本国不是搞了一个抵抗轴心吗？这抵抗轴心都是什叶派的穆斯林啊，这个为核心搞起来的。这叙利亚实际上就是他的桥头堡。但是现在呢，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啊，应该说伊朗的势力啊受到了非常大的打击。那么这里形成的权力真空啊，那么以色列、土耳其或者其他的阿拉伯的势力啊，可能会竞相填补。那么未来留给叙利亚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啊，还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但是也有一点，就是中国啊，最近几年布局叙利亚的这样的一个外交努力，基本上也落空了。因为中国一直在选择支持阿萨德嘛，甚至搞一带一路嘛。لذلك نستطيع أن نستفيد من التجربة الصينية بجوانب عديدة، ربما لا نستطيع أن نستفيد بنفس الطريقة من الكثير من الدول الغربية。你要知道，阿萨德当时从中国返回啊，这个叙利亚的时候，中国那是更给足了面子。一个是包机把他送回去啊，这包机送回去的过程中间，有3个国家的空军呢一路护航啊。这包机飞到了巴基斯坦之后，巴基斯坦的空军起飞护航；飞到了伊朗的时候，伊朗的空军起飞护航；飞到沙特的时候，沙特的空军起飞护航，一路把它护送到了大马士革啊。你想想，中国对阿萨德那是寄予众望啊，希望通过阿萨德政权的稳定，在叙利亚的重建过程中间，不但在经济上啊能够捞一笔啊，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影响力延伸到中东。可没想到的是啊，其实这一切的算盘啊，到现在都落空了。原建的那些项目，估计钱搞不好也打了水漂啊。有人说了，灵隐寺不灵啊，
是不是？你想想，那你灵隐寺三门打开之后，这阿萨德祈祷国泰民安，结果自己呢，整个家族的权力都瓦解了。当然，也有人说灵隐寺真的是灵啊！你看看人家阿萨德一祈祷国泰民安，这可不，整个持续50年的一个家族的专制统治就瓦解了。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يا الله ليك الولد يا حرام ليك الولد يا حرام منين عمي شو بدي اغراضك امان اعدامنا كان اليوم قبل بنص ساعه انا وهالزلمه. 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الحمد لله جديد للامه الاسلاميه باكملها. هذا النصر يا اخواني تاريخ جديد للمنطقه كم تلاقينا من مخاطر. 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أكثر شيء يجعلك تصمتين عندما تكون دول العالم الكبيرة أو الغنية أو القوية ضدك والشعب فقط. 叙利亚的前途和命运应当由叙利亚人民来决定。我们希望各相关方本着对叙利亚人民长远和根本利益负责的原则，尽快找到恢复稳定秩序的政治解决